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在军事上面消息，在中国大陆，我们来看到特别看到它的这款军事武器翼龙10B 震撼的出口，而且这一次买的是谁呢？是中东国家的土豪国家沙烏地阿拉伯，这一次一口气购买了300架的翼龙，改写了中东的空权版图。今天我们会来关心中国的军武是正式敲开了在中东的市场吗？好，先来看到是来自于央视最新的证实，现在呢，中国大陆的隐身无人机翼龙10B首度的出口买主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它具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性能呢？包括有隐身的设计，还有隐身的设计，还有远程的渗透能力，创下的2个第一。我们来看到这2个，第一个，中国首款出口的隐身无人机；第二件事情，它是沙烏地阿拉伯在空军列装的首款隐身的作战平台。那这一笔交易其实呢，在前年2024年就已经定好了，是300架的订单。当时推估，价格其实是蛮高的，一架1000万美元，还会再加上其他的服务，包括配套的这个弹药啊、培训跟维护服务，总价值大约是落在30亿美元的价格。这一次首次出口到沙烏地阿拉伯，我们可以说它正式中国大陆的军武打入了中东的高端空战市场吗？对于美国的目前在当地的垄断地位，是否已经造成了破口？干哥怎么看？好，你知道为什么他要下这个重本来买吗？一架1000万美金，它不便宜耶。它是一架无人机。我们要有一个基础概念，就是说，10年前我们买 F16的时候，那时候 F16一架才3000万美金。那你如果说现在，当然现在不止了啦，可能1倍了。可是你也会记得说，我们买凤凰专案的时候，一架 F16是3000万美金而已。现在这个翼龙11架就要1000万美金，很贵了。为什么它很贵？那就是汲取了去年以色列跟美国在空袭伊朗的时候，那个时候所造成的结果。沙烏地阿拉伯真正觉得他们需要有一队无人机来帮他们挡住入侵，挡住谁的入侵？最有可能就是从伊朗来的入侵。所以说沙烏地阿拉伯它本来就已经有翼龙1跟翼龙2机队了，大家可能也许不知道，因为是秘密交易。沙烏地阿拉伯在好几年前就已经跟中国买了翼龙1跟翼龙2。那翼龙的前行的这种无人机，坦白讲一句，它只是一种侦察机。可是现在你看得到那个翼龙10B，它已经是重型无人机，它是非常大一架，它的翼展，它几乎它就是等于美国版的 MQ9海上卫士式，我们即将又要买，非常大一架。可是它在那个雷达的这个光谱上面，你只看到它只有多大？它只有1平方公尺的大小，相当于一只大鸟。当然你不能跟 F35或歼35比啊，它们只像一只瓢虫那么大。对。但是它已经像一只大鸟，已经非常小了，会被误判为是鸟而不是飞机。所以翼龙10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叫做隐形无人机啊。我们对岸讲说叫隐身无人机，它是隐形无人机。它的制空范围有多高，你很难想象。我常常有讲，你看电影的时候，你看那个无人机《Eye in the Sky》，它怎么样用地狱火飞弹去找到目标，然后直接攻击。我们只是没有，就是我们大陆只是没有把它拍成电影给你看而已。它其实翼龙的能力绝对不会输给 MQ9，因为它的制空是多少？13500公尺，13公里的高空然后它用合成孔径雷达，它可以直接寻找目标。最重要的一点，它可以待在13公里的高空多久？20个小时，待一整天。那你不管什么地面上的贩夫走卒，都被它拍得一清二楚。它可以制空那么久，然后再加上翼龙10，它可以带武器。这一款翼龙10无人机可以带到400公斤的炸弹。其实这对于无人机来讲，已经是那种炸弹的上限了。为什么？因为像 MQ9顶多只能够带4枚地狱火飞弹，那个重量远不及这400公斤。所以说，我认为沙烏地阿拉伯这次建制了这样的系统，坦白讲，野心非常的大。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用隐形无人机的体系来去对抗他们可能会遭遇到的威胁，就代表说什么？他们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去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很想知道说，就是应该要发布一些官方的影片，让我们看看说，翼龙在进行地面不管是主动的攻击，
或是被动攻击的目标移动的时候，它的那些真实的打击画面，我觉得这个应该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好，确实哦，这次一口气买了300家，被视为是一个体系化的建军。接下来对中东市场的影响，等一下请纪文总编带我们看。那我们也稍微看一下它的一些比较细节的性能部分，就是呢，我们来看到 CG 哦，它的雷达反射截面，低到只有0.1平方米。传统雷达如果锁定也很难被捕捉。那它的最大的载弹量400公斤，可以挂7种导弹炸弹。它可以续航力20小时，最大航程达到4000公里，而且可以做电子侦察、精准打击的能力。300架都买下来的话，形成了一个全天候的监控跟战场的压制系统。到底有多强？还有接下来如何改变中东的空战？纪文总编怎么看？这翼龙10B哦，对于沙特阿拉伯来说，等于说它之前使用翼龙1、翼龙2为基础，那进化它的整个无人机机队。刚才这个干哥已经讲了很多翼龙这个10相关的性能。那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和翼龙1、翼龙2不一样，就是这一型这个无人机飞得更快，而且飞得更高，因此对于它的对手来讲，那不管是侦察或察打一体或执行这攻击任务，在防御手段来讲，那可能这个挑战更高。而且大家注意到，其实沙特阿拉伯空军是在中东地区空军实力里面，应该说仅次于这个以色列。它拥有像欧洲的像台风战机，龙卷风战机，那也有美国提供的 F-15SA，那都算世界比较顶尖的战斗机或战轰机。大家就是想，为什么还要翼龙10B？这是因为它本身具备无人操作，还有整个运作的成本，其实比有人飞机要低很多。而且从之前沙特阿拉伯和胡塞武装的冲突里面，大家就知道，它损失了好几架翼龙1、翼龙2，也损失了 F-15SA。其实这种有人飞机被击落以后，飞行员被俘，对沙国来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损失。而无人机执行这种苦活或者危险性高，即使被击落，对他来讲，他的整个损失来讲，他认为综合成本要划算许多，特别是不需要考虑昂贵、珍贵的飞行员的折损。因此这样的飞机服役对于沙特阿拉伯，它未来运用针对周边的空中态势，它的整个工具更多，而且更为有效，可以大幅降低它的这个整个成本。无意中对于沙国来讲，虽然可能还是无法跟以色列叫板或者对抗，但对付像恐怖组织或者这种像伊朗、胡塞武装或周边有矛盾的国家，它无疑让它的整个空中力量更有弹性，效率更好。大石又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个沙特阿拉伯用非美式的这个武器系统有它的考量。因为事实上的话，我前一阵还有一个朋友，他是在电子业的他告诉我确认一件事：美国卖给你的设备美国的总部都可以让你停机，让你宕机。各种机械，包括我们这个晶圆的制造的这种重要的机械所以那这样子的话，那美国卖出来武器事实上美国就是说这个拥有它终端操控你这个武器，这个在它发挥的功能上美国是有最后的控制力。对，不管你信与不信起码在这个我刚刚讲的这种设备上，美国确实有的。因为就商业考量的话，如果说你买了我的设备结果你说挑三拣四，然后呢你在付款上不负责，你在付款上你出现迟疑的话，美国的总公司原厂他告诉你说，那我就让我让这个机械就停工了，停摆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任何使用美式武器的人，大家都心里面有一个疑点。虽然沙特阿拉伯目前最大的加强地不是以色列，所以有些如果美国沙特跟以色列冲突的话，它那个大批的美式武器是不是能够还是可以顺利发生功能我觉得他们自己都没有把握。所以任何国家，你在美国现在这个情况之下，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情况下，你使用另外一个国家的武器系统，对你来讲是一种安全的保障。所以我觉得他使用中国式武器系统那么改换武器系统我觉得对沙特来讲的话，
是更有把握自己的武器哈，在关键的时刻哈不会突然失灵。对，好，我们现在看到，所以中东国家表达了对不管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的一些不信任，所以选择了中国大陆的武器来分散风险。那确实，现在中国武器打进中东之后，以色列方面也有最新的动作。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现在正在加速的是扩大它的这个西岸的屯垦，那引发了欧洲跟中东在内18个国家强烈的不满。更敏感的事情是，美国驻以大使发表了支持大以色列的相关言论。那现在包括阿拉伯、伊斯兰国家14国同声做谴责。上次哥怎么看？我想，其实这个穆斯林国家，我们讲，其实跟美国之间虽然看起来关系很好，也采购他很多的武器，但必须得说，他们这不是一个信任。首先，这个跟犹太人之间的这个部分的冲突，这个是几百年累积的部分的宗教冲突，不是一个美国的强大就能够说服的。而且国与国之间，与其说是信任，除非领导人有交情，他最多其实他那东西不是信任，他是符合预期。比如符合战略的预期，符合一个整个情报的预期，这看起来像是信任，可是其实不尽然。我觉得沙特跟其他穆斯林国家也不太一样。首先，他可能跟全世界不分，因为有钱嘛，他买武器可不是像我们都在斤斤计较，人家看爽了就可以买，而且都知道现在在沙特本身的以空军来说，可不是见的都是他们自己沙特人，他们请很多佣兵来操作这些事情。比如同样胡塞组织来说，他买都是攻击性的，你沙特看他买的绝大部分采购都是以防御性。还是为它本体的核心，所以我觉得要特别看到说，现在在沙特的状况以及在中东的情势，确实要考虑现在中国的因素蛮特别，主要现在还不是军事，主要是现在在中国大陆最新统计，2025年已经有35万人就住在杜拜跟沙特这一带。然后呢，原先在整个新加坡当中，中国大陆最有钱人以前待在新加坡，从香港跑出来，这1年多来，就2025年全部都跑去杜拜。在那个地方购买房子等等，而且因为那边的税也低，而且人开什么法拉利什么的，新加坡那边都说有钱人中国你不要开法拉利，这边嚣张，可是在沙特都可以，所以跟中国的关系的紧密其实是很神奇，不只是军事，包括现在因为中国大陆新疆治沙很好，我们知道沙特已经派出 N 组的人去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治沙可不可以移过来，而且现在已经有专门的团队就在沙特做这件事情。好，金融我刚刚描述的部分有很大从新加坡迁移到沙特，包括治沙，所以还有军事这个东西，因为体系化作战，印巴战争之后都觉得中国这个体系化作战蛮有意思的。你觉得有钱的沙特不想买来用一用吗？对。所以我觉得单从这个心态，它可不是一般国家在规划思考买武器。沙特买的不只是豪气而已，他什么都想试。好，谢谢上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